歡迎大家收聽第二集玄學有得傾。上一集我哋就講過發達、財務自由同埋大運嘅一啲關係嘅。咁有朋友問我，佢話其實我未必真係好想發達，但係我而家份工都做到心灰意冷，有冇方法可以搞搞佢先？咁今集我哋就用一啲貼地啲嘅方法，幫你去睇清究竟你而家係處於一個事業嘅上升期，定還是其實應該要靜觀其變呢？甚至你根本係唔適合打工，應該要早啲出去闖一闖。第一部分事業運唔係睇你升唔升職，係睇你適唔適合。好多人都會誤會咗事業運好就一定係成日升職加人工啊，甚至係做管理層啊、坐房啊、卡片上面有幾個 title 啊。但現實係有人做 CEO 可能真係做到日日都抑鬱，有人係接 freelance 月入2-3萬都已經係笑到見眼唔見眼啦。咁所以真正嘅事業運唔係睇你個 title 有幾勁啦，而係睇以下呢三樣嘢。第一，你做緊嘅嘢係咪你能量嘅來源呢？如果你做完一日嘢，你翻到屋企已經係攰到又唔想講嘢嘅話，咁其實呢份工係絕對唔係你能量嘅來源啦。但係亦有一啲人係收咗工之後，可能有2-3個鐘頭去做佢自己好中意嘅嘢，可能係即係參加一啲興趣班，去上下一啲小手工啊，沖下咖啡啊，甚至可能去做個 gym 啊，佢都已經好開心嘅話，咁呢一個就絕對係佢補充能量來源嘅一個渠道啦。咁第二，你嘅工作環境啦，你老細係咪可以俾到一個好大嘅自由度你去發揮呢？定還是係每一樣嘢都要去管住晒？可能細節位你都要跟足晒啦。我記得以前有一份工，嗰個老闆娘呢係真係連同事之間 send 個 email 上款下款都要齊晒嘅，即係可能大家都已經做咗咁耐同事啦，只係可能純粹程序上要有一個 email 來往，就係你總之覆個 OK 啊，其實就已經得噶啦，因為大家已經係傾好晒，可能個流程係點樣做啊咁樣。咁佢見到我哋呢啲內部嘅 email，佢都會話啊，Christy 啊，你係咪應該要加翻個 Dear 咧？會比較禮貌啲喎。大佬啊，我同對面嗰個同事真係已經好熟噶啦。我諗大家其實都唔需要咁樣噶啦，係咪？唔需要用呢啲咩上款下款啊呢啲嘢啦。即係佢都要去捉住你一啲好少嘅，你又唔可以話係錯誤喎，就係一啲好無關重要嘅細節位咯。咁其實對面嗰個同事都已經喺度笑，就話：唉，真係其實佢呢一樣嘢都要管。咁唔怪之佢真係日日24小時都唔夠用啦。而且佢嘅工作能力係大家有目共睹。佢最叻嘅強項就係將啲嘢簡單得嚟複雜化。佢成日會喺我哋同事之間啊，喺度行嚟行去啊。你以為佢真係好忙啦，平時電話成日響啦，但係其實事後我哋會發現係佢因為成日做錯嘢，所以人哋個客打電話嚟就係你要改呢樣改嗰樣啊嘛。咁並唔係因為佢電話成日響而工作量多咯，係純粹因為佢嘅能力不足咯。第三就係你嘅收入係咪跟住你嘅價值走啦？即係你可能出嚟都已經做咗10年8載嘢啊嘛，咁你有翻工作經驗啊、能力啊，你嘅人工其實係咪同你嘅能力啊成正比呢？定還是係你可能工作能力或者經驗越嚟越多，但係人工其實冇乜點變呢？甚至係有好多老細會講出嚟就係後生仔而家有個工作機會俾你，你應該要付出多啲啊！唔好成日下下講錢啊咁啊！咁如果你嘅老細係真係咁樣嘅話咧，其實呢份工就係嗰個各方面都會令到你嘅運勢其實都會下降嘅，因為你日日都好負能量啦，好似俾佢喺度壓榨緊你。咁如果以上3樣嘢你都中咗2樣係 no 嘅話咧，咁你份工就算表面幾咁穩定，其實你已經係事業嘅低迷期噶啦。即係唔係話你個運勢差，而係你將自己放錯咗喺一個
位置上邊，即係玄學成日都要講求各方面嘅配合啦，你先嗰個運勢先會起嘅。咁簡單啲嚟講就係你係一條魚，你唔會諗住喺個沙漠度可以自由自在地發揮得到噶嘛。第二部分點樣知道自己嘅事業黃金期幾時到呢？其實你可以透過一啲生活嘅信號可以觀察得到。信號一，你開始唔怕失去。當你唔再因為怕失業而要去啞忍嘅時候，反而會覺得就大不了我咪轉行啫嘛，我唔會再咁樣啞忍落去，或者會俾你恰死噶啦咁樣。咁呢個就係你內心準備好要轉變嘅一個徵兆嚟嘅。因為如果你仲係 keep 住有一種就係，我再忍下啦，其實出到去都可能依然係咁樣嘅話咧，咁你係不斷喺呢一個循環入邊重複嘅模式無限 loop 咁樣，咁反而係大不了我咪轉行咯。咁呢個就係你內在其實已經係準備好一個轉變嘅徵兆嚟噶啦。信號二就係有新嘅機會自動送上門。唔係話你要 send 個 CV 出去測試下呢個市場究竟呢個工種仲多唔多人請啊，又或者個人工高唔高啊，而係會突然間有朋友可能問你有冇興趣一齊去搞個 project，又或者我個 friend 嗰度需要請人喎，你有冇興趣去試下呢？即係呢啲可能成日啲人都會覺得係巧合啊嘛，咁但係你個人嘅能量唔變嘅話咧，其實你係唔會吸引到一啲新嘅路徑去俾你嘅。咁信號三就係你對時間嘅睇法轉變咗，以前可能你會覺得捱多幾年先啦，等出埋個花紅我先走啦，但係而家你開始問自己，明年今日如果我仲喺呢一份工上邊，我會唔會有一個新嘅睇法呢？定還是我會繼續喺度啞忍落去呢？當你開始咁樣問自己嘅時候，其實你嘅內心已經係準備要去變噶啦。咁呢啲時間嘅焦慮，其實就係個天去話俾你聽，你可以變啦，我已經準備好一條新嘅路俾你啦。亦都可以留意下喺呢段時間嗰個能量整合期啦，會有好多人喺事業上邊，甚至係工作上會出現一個好重大嘅轉變或者諗法嘅，覺得我係咪應該仲要喺度做呢？係咪要做到退休呢？定還是真係都想出去自己闖一闖、試一試呢？咁樣咁亦有人係因為咁樣轉咗一個新嘅工種，佢做得更加開心，佢有一個新嘅收穫，係佢會覺得就係，原來我應該要早啲變啊咁樣。咁當然啦，你要有一個好好嘅計劃，唔係漫無目的咁樣就去轉啦。你係咪有一個諗法？你係想做好耐咧咁個？如果你係已經有一個諗法，我真係好想去試下。如果唔做，我會後悔嘅話咧，你先好諗住出去闖咯。但係就唔好因為而家覺得哇，人出去闖，你出去闖，即係好似係一個跟風咁樣，咁就唔係太好啦。第三部分就係其實唔同事業類型咧，佢嗰個運勢嘅節奏亦都會唔同嘅。即係唔好以為事業運人人都一樣，但係事實上你係邊類嘅人咧，其實決定你嗰個事業係點樣走嘅。第一可能係你係穩定型啦，咁八字上邊通常我哋會見到係啲官星、正官星啦咁樣，咁呢啲人咧其實係適合一啲大公司啊，有職級啊，可以等佢穩步上揚咁樣去升職嘅，咁佢係適合穩定啊，有規律啊，唔好太多風險同埋太大風險，佢嘅事業係要靠累積得翻嚟嘅。咁第二就係創意型啦，就係要靠靈感，討厭一啲重複性嘅工作嘅，即係例如可能係真係做設計啊咁樣啦，或者一啲藝術啊咁樣。你嘅事業運其實係一啲波浪式嘅，即係可能你有段時間會係靈感爆棚啦。亦有一段時間係個腦一片空白，咁啊趁靈感爆棚嘅時候，你就儲多啲貨仔啊，去出多啲產品啊，接多啲 project 啊，咁而喺個腦空白嘅時候，你就俾自己可能學習下或者係休息下啲咁樣。而第三創業型就係你可能而家打緊工，但係你成日都會諗。
不如自己出嚟搞下，揾啲嘢做下咯，真係唔係好想打工啊咁樣。咁但係你要注意喎，創業唔係話你要去逃避打工，而係你去承擔一個更大嘅責任啊！即係因為你出嚟闖嘅話，可能你初頭係一人公司啊嘛，咁由頭到尾都係你做晒噶咯，可能點樣揾客啊，點樣同個客傾啊，甚至係點樣幫個客解決問題啊，所有方案全部都係你一個人負責晒。你可能以前你淨係做你自己嗰個崗位，你做好就得噶啦，其他同事嘅嘢唔關你事，你做完嘅嘢交俾下一個做咁就得。但係而家因為你一個人創業咧，變咗好多嘢真係由頭到尾都要去自己諗，一日24小時，你識唔識得自己去分配好時間去創業呢？即係記住，玄學係唔鼓勵大家盲目去創業，但係如果你內外嘅條件都成熟嘅話呢，運勢一到，其實你真係可以一鋪翻身。因為玄學所講嘅就係，其實時機係比你嘅努力係更重要。我相信你應該可能身邊有啲朋友，你會覺得佢好似平時好努力噶啦，已經香港，但係就係梗係好似覺得麻麻地咁樣，收穫都係普普通通，唔係啲咩特別多啊咁講。咁但係有啲人真係時來運到嘅時候，只要你捉得住嗰個機遇，加上你個運一起嘅話咧，其實就真係好似乘風而上噶啦。最後都有一個少少嘅提醒啦，就係唔好以為辭工就係等於解脫。好多人會覺得啊，只要我離開咗呢一份工，我就應該會快樂噶啦。咁但係當你未諗清楚你下一步應該要點行嘅時候咧，你辭咗份工，只會由心灰意冷變成心慌慌嘅啫。所以你未去揾到你下一步應該要點樣行嘅時候咧，千祈唔好衝動。冷靜啲先。今集點樣睇通自己嘅事業運就傾到呢度啦，記得 share 俾你身邊成日想轉工嘅朋友，等佢清醒啲再決定。我係呢個節目嘅主持人 Christy， 祝你日日行好運，月月有進賬，年年追夢想。拜拜。